大家好，我是老孙。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声音克隆的项目，叫做 GPT Surveys。这个项目刚刚上线没有多久，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比如说，你只需要输入5秒的样本，就能生成文本到语言的一个转换，文本量到1分钟以上，显著的提升声音的相似度这个呢，我们在之后的教程当中会慢慢给大家做演示和介绍。另外，它的特点就是可以直接通过一个中文的语音数据集，就可以实时的生成中文、英文、日文，就是一个实时的翻译的一个功能。再一个，它是集成了一个 Web UI 的一个集成工具，包括了声音的分离、训练集的切片分割、中文识别，就是 ASR 的功能和文本标注，到最后的微调和推理部分，都是可以在一个 Web 界面中完成的。因此，它这个集成度还是很高，也非常适合于初学者体验这种声音克隆的一种功能吧。作者他在 B 站上是有一个演示界面的，但是呢，因为作者这个演示界面这个演示样本比较简单，所以好多人反映说有点看不懂，太快了。所以呢，我也给我的朋友，我也给我几个朋友介绍过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基本上需要给他们录一个演示的视频发给他们看。与其我一遍一遍的录视频，我就不如直接做一个完整的视频。从样本的收集、处理到最终的完成推理，一个完整的过程。我就想在这个视频里面把它整个的做一遍。这样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因为我对语音转换合成这方面也是一个初学者，所以我也是仅对这个项目的使用有一些经验，所以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项目的使用简介。这里就是这个项目的项目地址，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作者的地址去看一下。另外，作者在 B 站的项目演示我也在这里标出来。大家也可以直接去 B 站上看作者的演示如果是有经验的朋友，应该看一下就能懂如果是跟我一样是初学者呢，那可以跟着我这个视频走下来，那相信看完以后，应该你也能跑出自己的这个模型，完成推理。要获取这个项目，我们有这么3个途径。首先，第一个是通过作者的 GitHub 这个代码页面，从这里可以直接获取代码。你作为初学者，我建议还是用后面那种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是一个作者他的一个集成包，整合版吧，叫整合版，你可以直接从这里拿这个整合版，解压就可以用。第3个呢，这是一个网盘地址，也是会实时更新，大家可以从这个网盘里面下载下来，解压缩就可以开始跑这个项目了。说完了安装文件，我们再介绍一下，如果想跑起这个项目来的话，需要哪一些前期的准备，也就是前置条件。首先，你的显卡推荐在20系以上的 N 卡，显存呢最好是大于6G，这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是一个1系的显卡，其实也是能跑的，只是效率会低一些。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很多年前的一个1630，他也能跑，但是就是速度比较慢一些。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另外内存呢，我建议32G，我是32G，把虚拟内存加大一点还是很轻松的。如果你是像我推荐那样，如果是用整合版的话，那前面的 Python、PyTorch 你基本上都不用考虑，因为整合版里面都已经有这个环境了，虚拟环境，你只需要将 CUDA 11装在你的电脑上，并测试一下 CUDA 安装成功就可以。那如果你想自己从源代码开始，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搭建这个环境的话，那你可以参考GitHub 上面那个项目要求，你需要把项目当下来，然后安装各种依赖模型下载。所以我建议初学者还是下载整合包，我们从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方式来先入手，先把自己的项目跑起来。如果你下载整合包的话，那你就只需要检查你的 CUDA 11，因为项目推荐用 CUDA 11，将 CUDA 11和 cuDNN安装在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那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如果前期的准备前置条件都满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下载这个整合包。你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得到整合包之后，解压缩，
它会得到这些文件。我们需要运行的就是这个 Go Web UI 这个 BAT 的批处理文件，你就打开它，然后会跳出一个终端，然后等一下会在你的默认浏览器当中会打开这个项目的 UI 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UI 界面。文档我们大体讲一下吧，先不看这个 UI。其实主要就是分前期准备、训练和推理这么3个过程。前期准备就是声音的获取，因为我们要处理声音，当然你要有一些原始的声音素材。我们获取声音之后，我们需要对声音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去噪音啊，比如说从背景当中把声音提取出来啊，完了之后会进行声音的切片，然后呢语音识别，最后呢校对，这是前期的素材准备阶段。第二部分是训练，也就是我们会对我们的人声就做一些文本的提取呀，等等等等等等等，最后是训练阶段。训练完了之后，开始正是我们的推理，也就是我们最终会用到的这个用训练好的模型来推理，来训练出让它说出我们想让它说出的语音。主要就是分这么3步。那我们先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把这个流程走一遍。首先我们是要先将声音数据做一些处理。本身这个项目带了一个 UV-R5 的一个分离工具。今天我们的素材呢不需要用到分离，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切分工具这一步。如果以后有时间呢，我可以再出一个视频专门讲一下如何做声音的分离。我准备了一个声音素材，用的是狂徒张三，我们听一下。好，我们继续上课。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介绍另外一个这是一个3分钟多一点的一个素材。正构成要件，也就是共同犯罪。昨天呢，我们介绍，因为我们做演示，所以我这个素材没有做得很长，我们可以把它先拷贝过来。这里需要输上素材的目录，包括文件名，然后这个是默认的一个切分输出的目录，也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不是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文件夹吧，它会输出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放在这里面，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先运行一下切割，然后切割完成了，我们看切多少，切了32个项目。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是3分17秒，然后我看见时长10秒，最大的是10秒钟，最小的是3秒钟。可以对数据进行切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用这里面的切分，也可以在其他的工具做一个文件的语音的切分。但是不管用哪种切分，建议时长在10秒左右，不要超过20秒，因为你的时长越长，对 GPU 的压力会越大，而且在做训练的时候，也会加大它的负担，所以建议是在10秒左右，太短了也不好。我们看一个3秒钟的有没有？那我们首先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可以的。如果一个文件里面字太少的话也不好，所以这种切分，现在这个切分还是可以的。如果是一个初学者，中间这些都不要改。我的经验是，切分完了之后过来看一下时长，看有没有太长的。如果太长的，我建议你把它删掉。如果你的素材不是说特别缺的话，你可以再找另一段，是不是？再找另一段音频再切一次，因为这个切分你可以切很多次，你就可以换另一个文件。比如说我还有一个文件，我把它打过来以后，我把它填在这儿以后，点击语音切割，它生成新的文件还是放在这里面，所以理论上你可以切无数个文件放在里面。那如果太长的，你可以把它直接删掉，保留合适就行了。除非你这个文件特别的奇缺，没有更多的它的声音素材，那你可以手动，比如说切出一个30几秒、1分多钟的来，那你就可以手动在外面再拿其他的工具手动切一下嘛。切的尽量保持在10几秒钟之内就行。比如说我遇到过好多那种经过2次编辑的
已经经过那个剪辑过的声音，它每句话之间就基本上没有切割点。你要用这种默认的这个集成工具来切分，它就切不开。比如说有几个文件能切成几秒钟的，那还有的是1分多钟的，那你就要不舍弃换一个文件重新切，要不然你就拿出去以后就把那个大的在外面用其他工具把它手动切开，再把它拷过来就行了。再一个，这个文件名无所谓，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整齐的人，你想把它全选然后把它改名可以，但是呢没必要，因为这是一个前置的一些声音处理文件，它最后后面还有处理，所以你这个改不改它无所谓。再一个是不是中文也无所谓，也没关系。然后切割完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一个 ASLR， 就是生成文字的这一步。然后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将这个文件夹的名称把它放到这里面来，然后它会生成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等着看一下，我们可以直接开启。我们把它也打出来吧，因为一会儿从这个终端窗口也会看到好多信息。我们先点一下开启，然后看这个，它会正在处理这些信息，不需要管它，警告信息不需要管它。处理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这个文件的文件结构目录、文件名，然后这是代表中文的意思，然后这是它自动识别的。看多少句应该是一样的32，然后我们刚才那个文件也是32个文件，那没错。然后我打到这里面，一会儿下一步会在这个文件夹生成新的文件这个看一下，关掉了。这一步就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可以对文本进行校对和标注，我们也来演示一下吧。我们先把还是得要刚才那个文件夹，还是得要刚才那个目录这个，我们把这个文件的路径把它拷贝到这里来，然后打开这个文本的标注工具。这启动有些慢，稍微等一下开了。然后这就是我们对这里面生成的32个文件对应的文本和声音，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再修改。修改完了之后，修改完文本点保存，然后如果因为我们的分的那个声音已经是很合适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切。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你可以选择把它切掉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选2个把它合并把它合并或者把它切掉都行。那因为我们做演示，我们就不要认真去校对它了，我们把它先关掉吧。我们看下一个功能，我们这样就算这个文字语音的切割和 ASR 的字幕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开始后面的训练集的一些前期工作。首先在这一步里面，首先要给我们的模型起个名字，我们就叫张三好了。然后这里面会显示你的显卡信息以及预训练的一些模型路径，就是如果你下载的是整合版的话，这个这就是一个底模嘛，我们就叫底模，这就已经在里面写好了如果你是自己配的环境，那你要保证这几个都有。如果你这些信息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开始下面的3个步骤吧。首先也是将文本标注文件的文件夹放在这儿，就是这个，就刚才我们拷贝那个这个字幕文件，然后呢，训练集的目录，也就是这个路径，这是音频文件的路径，把音频文件路径也放过来，然后就可以，这里面就默认都可以默认，就开启文本获取，点一下文本获取，看这个终端的显示。这就是完成了。这里完成了以后，我们看这个输出文件，这里已经有一个张三的文件夹了，然后这就是刚才的
文本获取之后生成的3号文件夹和2号文件。我们再进行第二步 SSR 的提取，也是看着这个里面，看着这里面两个都对应着看，生成了第5号文件夹，然后它显示进程已经结束，那我们就看一下5号文件夹有没有把32个音频拷过来，拷过来了，那就行了。那我们再进行第3步语音 token 的提取，这个也是看一下终端，完成了。那么看一下这个文件，6号文件也已经生成了，那就这3步已经完成了。如果你以后熟练的话，那你可以不用这么点3步，直接用最下面这个一键3连，它就会把这三个步骤一次性跑完。我刚才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因为有的朋友他在做这个3项的时候，指不定哪一项会出错，前期一步一步来，更容易发现出问题的点在哪儿。完成这个可视化工具之后，我们就到了下一步，也就是最重要的训练模型的阶段了。好，微调训练阶段呢，有几个地方需要重点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 batch size 值，因为我的是3060态的，是8G 显存的，所以我设的是4，比较合适。这个地方呢，有个说法是建议用你的显卡显存除以2，把它填上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每个人的显卡不一样，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也不是越低越好，这个还是你在使用的时候自己来测试一下。然后这个总轮数就是你想训练多少轮，这个训练轮数跟你的数据量也有关系。如果你的数据量像我们的只有3分钟，那我们建议就是20、25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是几个小时的，那可以相应的把轮数放得大一些。也不是说无限大，不是说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这个呢，还是根据你的样本来定。这个默认是25轮，因为我是改了文件，所以它现在可以到好几百，因为搞测试嘛。然后这个轮数我们设成25吧。然后保存频率就是几轮保存一个文件，我们设成5轮保存一个文件。那么后面这个默认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现在设的是 Solvace 的训练，下面这个呢是 GPT 的训练。GPT 也是这2个可以保持一致，然后轮数呢这个也可以设的高一些，比如说20轮。这个 GPT 训练的模型呢，这个不需要特别多，也是15、20就可以。保存频率同样是以5轮为一个保存文件，然后我们就开始训练。最终训练文件会保存在，这是 Solvace 的目录，这是 GPT 的目录，最后的 Solvace 的模型会保存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现在开始训练，可以通过这个终端可以看到训练的步骤。如果这个训练特别慢的话，那我就把这个训练过程剪掉它。现在看还可以速度。对了，用这个时间我给大家大体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进行2个训练，一个 GPT 的训练，一个 Solvace 训练。这也是 GPT Solvace 这个项目跟一些其他的项目不同的地方，也不是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不好，只是实现方式不同。因为 GPT Solvace 它多的这个 GPT 模型，它就起到一个为最终推理时候生成的那个音频，它提供一个参考。具体提供什么呢？我这里有一个文档也写了，具体提供的就是它会继承参考音频的一个音色、情感、停顿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其他项目里面，你在生成一个模型之后，你让它推理生成新的语音，它会在整个你的模型库里面去生成。而 GPT Solvace 呢，它会参考你某一句话的它的音色情感来生成，这样就会更加方便我们生成特定的一句话。可能这么说比较绕，那我们最后推理的时候再一起看一下就懂了。这个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25轮了。我们看一下文件，这是每5轮生一个文件，15、10、15、20、25。好，这个就完成了。看也完成了。我们现在开启 GPT 的训练，也是20轮，然后保存5。GPT 会存在这个文件夹。你看开始了没？开始了。好，完成了。
我们看这里面50、15、20也是4个文件都生成了，这个就是 GPT 模型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下一步，然后进行推理了。推理的时候也是选好我们的实验模型名字，就可以点击开启推理的 Web UI 的界面。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文本，一会儿还要用到它，然后就可以体验到为什么我前面说的那个什么叫参考音频。那这里我们刷新一下路径，首先这个排在第一位的它是一个底模，就是如果你没有训练自己的模型，你如果只是靠这个 GPT 的底模和 Surface 底模，你打上文字它也是会说话的，但只是没有任何特色。然后还是用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吧，我们就用20，然后用我们的也是25轮，这是 GPT 的模型，这是 Surface 模型。然后这个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点了，就是我们需要上传一个参考音频，也就是我们从我们这里面的音频里面拿出一个来，随便选一个，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那就是主客观相统一学说。主客观相统一学说，我们从这里面找一个主客观，那就是主客观相统一学说。哦，对，这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作为参考音频的音频，最好是一句话，而不要有这些停顿的。那我们换一个，我们找一个。那我们首先用这个吧。那我们首先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用这个来。我们可以看它的文件名是3587840。我们通过文本来找音频吧。删掉它，重新来，叫3587840，35878这个，听见是不是？那我们首先声音好大，稍小点。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行，然后这就是参考音频以及参考音频的文本。然后这有一个小的提醒，就是如果你生成的这个文本里面它没有句号，你最好是加一个句号，因为它会避免在后面输出语音的时候出错。那现在我们可以先让他说自己的这句话，然后再说别的话。这个切分是指的，如果你想生成的文本是很大的一个文本的话，那你需要选择切分一下。这底下也可以切分，然后呢，在这里面也可以切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面切分就行。哦，刚才忘了说了，这个地方要选择语种是中文。如果你让他说的话是中文的话，那也选择中文。因为我们的文字比较少，所以就选择不切，让它生成一下试试。那我们再听一下原因。那我们首先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那我们听一下生成的，你把声音关小一下。那我们首先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是不是还可以？如果仔细听的话，是有些电音的。那我们首先来看最广义的共同犯罪。那我们首先来看至此就是一个完整的从声音准备到切分到识别到处理到生成模型到最后推理完成，这就是生成一个文本。然后你可以把点击下载这句话。而且这个只是一个25轮，只是一个3分钟的一个参考音频啊。那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很大的数据量的，比如说有半个小时、2个小时，那它的音色会比现在更好一些。我们再让他说一句别的话，不能说自己那个话，说个别的话。那么这种组合就使得题目变得越来越复杂。那我们让他再说一个不是我们的参考音频里面的话，我们找一个这段文字来自于地铁2033。这个文字量比较大，我们就把它切分一下。巴尔乔姆对自己的父亲毫无印象，母亲陪伴他到5岁，母子2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站生活了好些年。那里的生活一切都好，日子过得安稳而又平静，直到有一天鼠患侵袭了季米里亚泽夫站。好，效果就是这样。这里面的模型呢，我们可以选择
我建议就是选15、20，太小的不好，太大了也没有必要。然后这个 Swiss 模型呢，也是高了好一些。如果你训练到更多一些，到100轮、几十轮的时候，你再来听一下，你可以听出每个轮每一个的区别。如果你有更多的轮数的，那你就会听到它们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们再试验底模的一个它的情况吧。其实只用底模也是完全可以生成的。所以即使你没有样本，没有自己进行训练，只依靠底模也能生成。看一下效果。那些老鼠是灰色的，个头都大得吓人。就在那天，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湿淋淋的鼠群如潮水般从那条漆黑的隧道中涌了出来。所以呢，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模型，就是用底模的声音来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再还是换回我们的声音模型，然后我们试验一下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跨语言的支持。我们让我们的模型来写英文吧。英文我们找一个我的测试文本，这个吧，说一句吧。这来自于《怦然心动》那本小说。All I ever wanted is for Julie Baker to leave me alone. For her to back off, just give me some space. 这是英文效果。那么说日语，日语来自挪威森林，留一部分吧，太多了，留一部分吧。その時、ボーイング747のシートに座っていた。その巨大な飛行機は分厚い雨雲をくぐり抜けて降下し、ハンブルク空港に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った。能听出点音色来吗？好像还是有的，是吧？对，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功能，跨语言的一个支持。就是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只要训练一个中文模型，然后你就可以让它去说英文和日语。那反过来，如果你训练的是英文模型或者是日文模型，你让它说中文也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就今天这个演示里面我们就不演示了。大家如果自己试的时候，可以去找一些这个相应的声音素材去来训练一下。好，整个流程就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后面文本上我自己整理的一个对，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注意事项嘛。首先一个是虚拟内存，刚才说了，我们的前置条件里面除了你的显卡要满足2系显卡，然后6G 以上内存以外32G 的机器的内存以外，你的虚拟内存最好也是高一些。虚拟内存最好设的是这种系统管理，不要给它设大小，让它的系统自己去分配，这样会减少很多报错的情况另外有一个 S2 的一个交线文件，它是一个关于修改半精度、全精度的一个文件。如果你遇到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修改一下这个文件看一下。当然这个问题经过版本的更新，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好像一些1系的显卡还会存在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轮数，像刚才我这个里面我的轮数，它的默认轮数是25，可以调到300多了这个你可以在项目文件里面自己改一下。我跟你说在什么位置吧，就是这个这个位置。这是Swiss 训练的，这个可以改，你可以改，默认是25，可以改300。然后这个是 GPT 训练的这个也是你可以改，这个其实没有必要改很大然后这个没事了这第4项这个 batch size， 这个刚才已经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根据自己显卡情况建议设成显存的1/2这是注意事项。另外还有几个常见问题，我们一并也说一下。第一个是吞字，因为我们有一个 GPT 模型，它的一个自回归的特性呢，会导致在训练的时候，尤其是在输出大文件的时候，长文本的时候会有一些吞字，比如说它会对前面几个字中间几个字会不读，或者是重复的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首先，参考音频和参考音频的打标都很重要。就是首先你的音频要质量是高的，清晰度高，清晰干净，然后没有噪音，没有什么背景音，没有什么音乐，这个都处理干净。另外呢，根据ASR 自动生成的文本，最好再看一下，自己手动打一下标，让它每个字都对应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微调不能太久，像40分钟左右的素材呢，我们用默认轮数就基本上就够用。但是这个也不是一定的，最终还是靠耳朵去听，你自己去感觉这个声音的质量怎么样。当然这个对声音的感觉也是随着你训练的时间越长会越敏感。那再一个解决吞字的办法就是合成的文本不要太长，就是如果太长的话，你就需要手动切分一下。还有这里补充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对参考音频的一个小的技巧，就是不管你这个你生成的里面有没有打标，有没有改，你在放在参考文本里面的时候，你最好给它打上一个句号，然后这样也会减少后面出错的这种几率。第二个就是显存和内存报错，那你就是显存报错，那你就还满足你的显存要求呗。如果你的那个显卡太差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升级显卡，是吧？再一个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在这个微调的时候，然后就是把 batch size 这个值设置的比较合适这个是你需要自己去尝试的。另外一个就是虚拟内存，一定要不要限制，让系统来自动管理，但前提是你的物理内存也要够，我建议是32G。第三一个就是对比两个项目GPT Service 和 BERT-WIS 的区别哪个更好？这个我个人而言，我觉得 BERT-WIS 它是更稳定的，但是它那个训练呢也是需要时间更长一些，它的模型更大。你给它一个大的文本，一整篇文章，它能给你读出来，稳定输出。但是情绪变化呢，那就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但是 GPT Service 呢，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参考文本，可以给到你想要的音色或者是情感，所以我觉得还是各有优缺点吧。最后一个就是 GPT 模型它到底起什么作用？总的来说 GPT 模型在这个下面里面，它起的作用是它通过设置了一个参考音频来为我们的合成的声音提供一个音色和情感的一个参考以及停顿以及语速的一个参考。好，整个项目也就是这样。我的这个视频的目的呢，也是给类似像我一样的初学者提供一个入门的一个讲解。希望通过我这个讲解呢，大家能够也能跑起这个项目来，感受到这个项目的乐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也是刚刚开始做这种分享视频，并没有什么经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再见。